北约和普京都准备打持久战，乌克兰或许会变成没有和平协议的永久战场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爽。近日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突然发出警告，普京并没有放弃占领乌克兰的目标，而是在准备打持久战。因此，北约也针对性地继续运送武器给乌克兰，直到普京意识到俄军无法取胜为止。那么，北约是发现了什么新情况了吗？这两天，普京罕见地视察了位于乌克兰的俄军特别军事行动联合部队的总部，时间长达一整天。他认真地听取了前线指挥官的报告，以及他们对未来行动方向的建议。普京说：“我们会听取负责个别行动指挥官的意见，我想听听你们对我们近期和中期行动的建议。”要注意，普京提到了中期行动，这几乎证明俄罗斯正在准备进行一场持久战。为长期的战争进行规划，不是一线战场指挥官所能决策的。与此同时，俄罗斯军队开始发射导弹攻击乌克兰西部的交通线，一度切断了西方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铁路，并且继续让乌克兰多地陷入缺电的状况。北约秘书长的意思也很明确，要通过军事援助让普京认识到不可能通过战争获得胜利，然后让俄罗斯以屈辱的方式走上谈判桌。当然，这么想完全是一厢情愿。俄乌冲突从事实上看，已经变成了一场无法通过和平谈判结束的战争。在全球范围内，大多数战争是可以通过较量双方的对决而达成平衡，最终走上谈判桌，并达成停战或和平协议的。比如朝鲜战争时期，双方打了3年，最终在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定。中印两国虽然有3000多公里的边境未划线，但是双方依然实现了几十年的有协议的和平，只不过缺少划界协议而已。美国甚至能够与塔利班进行谈判，并从阿富汗完成耻辱性的撤军。这并不等于说塔利班战胜了美国，而是美国觉得再打下去不划算。双方也是通过谈判达成了现在的局面，但是还有一些矛盾很难通过谈判达成永久性的和平协议。比如巴以冲突，在以色列赢得中东战争之后，就一直在蚕食巴勒斯坦的领土，违反联合国宪章，兴建了很多禁居点。而巴勒斯坦又不可能在领土问题上让步。现在双方之所以能在多数情况下保持平静，主要就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绝对实力碾压，然后再评估国际社会的相关压力，从而在巴勒斯坦领土问题上达成某种平衡。但这种关系极不稳定，也很脆弱，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冲突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双方通过谈判达成协议，然后巴勒斯坦建国，获得长期和平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现在的俄乌冲突与巴以冲突有点像，在普京选择并入乌克兰4个州以后，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就是不死不休，双方都不可能在涉及领土问题上让步。目前乌克兰军队已经收复了俄罗斯军队至2月份以后所占领的部分领土，其最终目标更是要收复8年前丢掉的克里米亚。这对于俄罗斯来说根本就是不可能接受的事实。俄罗斯又是一个拥有强大核武器的国家，在常规战争潜力方面也远超乌克兰。这也意味着普京不会认同常规战争不敌乌克兰的情况。而乌克兰虽然实力不济，但是后面是整个北约，特别有美国、英国和波兰的力挺，而且西方与俄罗斯的战场涉及能源、金融制裁等多个方面，所以乌克兰现在也对收复领土信心满满，而普京绝对不会接受在战场上的失败。俄罗斯也拒绝成为一个亚洲国家，双方必然会死战到底。所以俄乌冲突不仅仅是个长期化的问题，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没有和平协议的永久战场。打打停停的乌克兰战场究竟是谁的噩梦？对双方而言都是。但是这个灾难主要是由乌克兰人民承受的。普京这次访问前线，说明他已经广开言路，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毕竟与俄罗斯对决的并非是乌克兰，而是整个西方国家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